农民的好日子真的来了，交过公粮的农民迎来前所未有的利好消息。在时光的长河中农民始终是国家发展的坚实基石。他们默默地耕耘，用汗水浇灌出丰饶的田野，为国家的繁荣稳定了奠基了坚实的基础。然而，在历史的长廊里面，农民也曾经承受过沉重的负担，尤其是那些曾经缴纳过公粮的老一辈农民。他们的付出与牺牲是否得到了应有的回报？今天我们就揭开这个悬念，一起探寻那些交过公粮的农民究竟迎来怎样的利好消息。几十年前农村还沉寂在集体劳动的氛围中，大队为劳动集体农民齐心协力，共同为粮食的丰收而努力。然而在那个年代，偷奸耍滑的现象时有发生，粮食的收获总是显得那么艰难。为了改变这一现状，耕地承包到户的政策应运而生，农民们开始拥有了自己的土地，但同时也需要缴纳各种费用，其中就包括以粮食抵扣公粮。这些粮食如同涓涓细流汇聚成河，为城市快速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。然而时光荏苒，岁月如梭，当国家逐渐走向盛强，农民们却发现自己手中的土地和粮食似乎并没有带来预期的富足，特别是那一些老一辈的农民，他们辛苦劳作一生，却往往只能依靠每个月将近200块养老金维持生计。这样的生活状态怎么能不让人心生感慨呢？然而就在此时，国家传来一个振奋人心的好消息，针对那些曾经缴纳过公粮的老一辈农民国家将出台一系列利好政策，其中最为引人瞩目的是耕地承包年限延长。在第2轮延包到期后，国家将进行第3轮延包，农民手中的耕地将继续承包30年。这一消息无疑给那些老一辈农民带来前所未有的希望和喜悦。网友们对此也是议论纷纷，有人表示这是国家对农民肯定的与回报，让那些曾经为国家做出贡献的农民都终于看到了未来的希望。也有人认为虽然流转费用不高，但长远来看，这是对农民的一种稳定保障，让他们能够安心的安享晚年，享受晚年生活。当然也有人提出质疑，这些政策是否真的能够落实到实处，农民们是否能够真正享受到这些福利。但无论如何我们都不能否认，这些政策的出台无疑是对农民的一种巨大鼓舞。它让农民们看到了国家对他们的关怀与重视，也让他们对未来充满了期待与信心。总的来说农民的好日子确实来了。那些曾经缴纳过公粮的老一辈农民终于迎来了属于他们的春天。这不仅是对他们过去付出的肯定与回报，更是对未来的一种激励与鼓舞。让我们共同期待，在未来的日子里面，农民们能够过上更加幸福美满的生活。